啊，那天是很晃，對不對？很晃，对，它也是我來台湾10多年第一次遇到這麼大的。啊，你們熒幕什麼有倒下來嗎？沒有，其實東西都蠻那個堅固的這邊。啊，你們有躲起來，還是你們有想說要跑，還是怎麼樣？沒有，我們繼續討論那個宵夜啊。哇，好大啊！等下要吃什麼？没有，那個蝦頭應該好像是嚇死了，蝦頭是嚇。好，首先歡迎3位，我們這個今年終於可以開遊戲了，這樣。那先讓3位跟大家打個招呼吧。教練先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FO 教練 Joey。我是教練烏拉。我是上路雷斯特。好，因為其實我們也是在2026第一賽段開季前，就是先簡單跟大家做一些簡短的訪問啦。那從去年賽季結束到現在也1個多月，那先聊聊大家的近況好了，最近過得怎麼樣？最近哦，好像蠻累的。還有在健身，是健身類、訓練類？不知道，就睡眠不足，不知道為什麼。对，烏拉嘞，就比較充實啊。很多人都很好奇，就是你去年1整年瘦了多少？啊，去年哦，去年中開始運動吧，就現在就要聊減肥，是不是？先有個開頭啊。沒有，就瘦了大概7、8公斤啦。7、8公斤。對，因為我們今年重新做西裝的時候，你整個是小了1個尺碼嘛。對，世杰也是瘦了很多啊，他去年到今年也是瘦了6、7公斤嘛。有，我用1個月就瘦6公斤。1個月？啊？你怎麼做到的？不吃飯都可以。你天天都不吃？只吃一餐。吃哪一餐？睡醒吃一餐，吃1個水果。那就不吃了。對啊。那你有在運動嗎？你不是會去爬基地的樓梯嗎？其實根本沒在運動，然後就瘦6公斤。對啊，他有時候會教大家走樓梯啊，就是從我們這下面的地下4樓吧，然後走到我們的訓練室17樓。每天這樣子走？沒有每天，就是偶爾1個月1次。對。那哪叫走啊？沒有啦，因為2、3個禮拜吧。1個禮拜有2、3次。有。做夢啊？有。夢裡走的是不是？那還是一樣，我們也是想要跟大家聊一下，就是我們去年到今年的隊伍上面其實有蠻大的變動嘛。那就是在組建今年的一個新的隊伍的時候，有什麼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？我覺得今年的話，應該說遇到蠻多困難的吧，像是原本我們先從我們2個好兄弟離開我們嘛。因為其實他們離開的時間點比較尷尬，他們離開的時間就是大家已經每一個隊伍，全世界隊伍都已經簽好選手，幾乎都簽好選手了，所以等於我們後續要補這2個位置的時候，就是我們中野其實是蠻困難的，因為我們都是要從剩下的就是全世界30-40個隊伍，然後剩下的去選這些選手，所以其實我們就測試的時候花非常非常多時間。那我們其實在測最久的位置是算是中路嘛，对不对？有點同時吧，中路跟打野都是。對。那中路的話，因為其實像我們今年最後組完之後，可能有一些就有韓國選手啊，那他的語言其實朋友他的中文基本上是到這邊才開始學。那目前在團練的狀況的話，你們溝通都是用什麼？我們一開始測試跟前面的團練都是用簡單的英文，就大家還是用中文，但是要跟他溝通的話，就用簡單的英文去溝通。那其實也不一定是溝通得了，因為可能我們也是英文比較菜嘛，對。然後你英文還菜啊？不是，遊戲裡我沒有打，我沒有打，对啊，隊友打。像世杰之前就要被溝通3秒，然後他沒辦法溝通，你要不要示範一下？示範一下給我們聽。你都怎麼跟朋友溝通的？上次你要說3秒，然後你怎麼說？我說睡啊。他睡，他說睡，他講不出秒，英文怎麼念，然後就這邊一直3，然後沒有人聽得懂他講什麼。就是second，對啊，但是你當時這邊3，對，就是很尷尬。我們那時候溝通很尷尬，然後就團練效果都非常非常差。对，然後是最近那個翻譯來了嘛，然後老師他也是順便會教一些中文，就是我會跟他講有些詞是我們比較常用的。然後讓他們去聽一下我們平常訓練的那個 mind check， 然後讓他們去做加強，去教他這樣。所以可能到現在
目前來說，整體遊戲的內容還是以簡單的中文來溝通啊。是的。那我们就顺便幫我們剪輯師問一下，比如說他在剪新賽季的 mic check 的時候，會很困難嗎？應該說沒有簡單過，之前就讓我們講中文，但是也沒簡單過。那確實，其實還很多是錯的，這我們聽得懂，隊伍裡的人會聽得懂。可能要放慢速度，那個要慢一下才聽。因為去年雖然都說中文，但我們剪輯師每個禮拜在剪 mic check 的時候，其實說真的還是有很多聽不太懂的地方。對，還是要來問一下我們了。沒錯。那因為其實今年在賽季上有很多的變動嘛，就是先以遊戲內來說好了，就比如說可能亞太看的移除啊，以及各線路的一個線路任務。那我先請世傑跟我們分享一下，就是以上路來講，你覺得這個線路任務的改動，然後最高可以到20幀，你覺得會對選手來說有什麼樣的影響？我自己覺得上路變得更難吧，因為其實對線一點沒打好，就差距就會蠻大的，所以感覺對選手來說變很難吧，因為去年版本都可以鬼混，然後現在因為去年有換線的機制，對啊，可以去避免這種狀況。加上現在不太好換線，因為任務會变得更慢，所以我覺得多這個任務系統更考驗選手個人實力吧，就自己也蠻擔心。因為幫世傑補充一下，就是如果你今天對線是贏的話，他因為今年的新賽季，他的任務，他的分數其實會更比對手更快有那個任務完成，就是那個分數會更快達到這樣子，所以他任務達到的情況下，就會是變成說他每次一直拼的經驗就會比對面多，沒有完成任務的情況多，會有額外經驗，所以它會造成他的等級差越來越多。如果現贏的話，對。那以教練來看的話，就是這次這樣子的改動，你覺得影響最大是什麼部分？我覺得就是換線的機制，因為像是我們 LCP 有些隊伍很喜歡換線嘛，那換線他們其實處理得非常好，那這個機制就會讓這個隊伍變弱了。因為其實像我們組隊，我們希望選手的個人實力、對線實力是比較強的。因為就是今年的版本的話，你對線實力不強的話，像烏拉剛有提到，就是你很容易就被打出差距。像上路你解完任務你是多12.5%經驗。那其實是多非常非常多，等於你贏線的時候，你就因為你自己贏線，你很容易就贏別人1等，然後你跟中路等級差就2等、3等，就差很多。那烏拉呢？你的看法？就是其實他也是犧牲了前面可以玩的方式吧，就是包含我們去年蠻愛玩的就是換線的東西，對啊，所以我覺得今年是更考驗選手的個人實力，對啊。那今年除了就是遊戲內的這些改動之外，還有就是在賽事當中也有增加了2個，第一個就是教練的語音導入系統，然後以及他就是你們現在目前在團練的時候會測試這個嗎？我們在團練有測試，因為其實知道有這個消息後，我跟烏拉是有大概討論一下，因為其實我會讓烏拉去做這個動作，因為畢竟我還是需要去復盤比賽跟準備下一把的比賽嘛。那這東西不知道好還是不好，因為其實說白了，這東西。教練的確當下可以去幫選手，但是同樣的，你也是有點限制選手的發揮，就是選手，應該是犧牲掉，長期來看是比較限縮到選手的進步。對，就假設我們隊伍可能缺乏就是中後期的運營，但是永遠都是有教練過去說，這邊你要怎麼做，這邊你要做，久了這幾個月、2個月的比賽，他們可能就習慣了有教練，那可能你春季、夏季後續的比賽，你都是習慣有教練在，如果你自己沒有教練，未來沒有這機制的話，我們就會變成一個比較笨的隊伍，就是大家時間到了，現在沒教練講，那我就亂打。對，我不知道要做怎麼做。因為可能教練，你會覺得說可能時間到了，教練就告訴你說現在要幹嘛幹嘛幹嘛，怎麼樣可以結束遊戲。但是如果他們比較沒有辦法自己去思考的話，也有可能是負面的影響。其實都大概有個概念，什麼時候需要去用，因為你就是隊伍缺乏什麼東西，或者是可能這個時間點像補充東西，補充他們原本要做的戰術的東西。但是你知道他們沒有做，然後你就可以去提出來。所以对每一隊都是會做不同的事情。對，但其實就是像我們剛才講的，你這件事情會限制到你隊伍上的選手上的發揮跟進步。那像今年另外還有就是賽前的單挑的時候是從1v1變成2v2嘛，然後以及它會延伸到就是選。因為去年是選邊權，你要選紅方藍方，但是這次它是把它拆成2個，叫做選擇權的問題。也就是你可以先選你要
紅方藍方，那另外也可以選擇你要選 BP 或者是後。那這個的話，對你們在戰術安排上或者是在選角上，你覺得影響很大？我覺得 BP 的順序才是最大的。那如果以你的理解，你會覺得我如果今天贏了這個單挑，我會想要先選的是顏色紅方藍方，還是我要想先選先後？先後吧，我覺得 BP 會影響先後，因為之前紅藍方都是其實你想要選的就是那個 BP 的順序。对。那這邊也想要問一下世傑，就是因為今年你在 CFO 也算是元老的選手了，你從第一年我们成立就到現在了。那明年你可能又有換了幾位新選手，可以幫我們評價一下，你是這1個多月來跟這些新選手相處起來的對這些選手的看法嗎？比如說我們的 Shadow 啊、彭勇啊。其實因為我每年隊友都不同，我覺得每年的隊友都蠻好相處的，就其實他們每個個性都蠻好的，就算不是同隊也都還在聯絡那樣子。然後今年的話，就 Shadow 個性比較活潑啊，然後就也很好相處。然後彭勇的話比較難跟他講話吧，但其實他也蠻好相處的。他個性其實感覺也怪怪的。因為只是他比較內向，對啊。但他最近翻譯來，所以他懂一些中文的時候，其實Shadow會一直帶着他講一些有的沒的，講一些不能播出來的話，就是可以發現彭勇這個人應該算是有點悶騷，就是他如果懂的話，他如果跟大家相處起來是那個比較順利的話，他應該會講出一堆很多垃圾話吧，我覺得。但是世傑，像你這麼多人，你換過也跟過這麼多隊友，但你永遠都是這些隊友裡面評價裡面最怪的。最怪的。教練最怪同意這件事，最怪，怎么可能最怪？教練同意这件事吧？他還是你見過最奇葩的。他真的很怪，而且我必須得提，就是每年像世傑說，他們每年都會換隊友嘛。但其實每個隊友來都會變成世傑化。像 Shadow 來，我覺得他開始講話也像世傑了。就他都會學他一些講話然後就講一些很沒用的話，沒意義的話。對，有啊，加1加10。那我比較好奇就是，像前陣子不是有一次地震嘛？那個很大的地震，你們都在基地吧？在。那時候都在團練嗎？沒有，剛團練結束啊，然後我們在討論宵夜要吃什麼。對啊。而且因為基地蠻高的，那就是17樓，那個震起來，我在我家4樓都很震哎。那我們的新朋友有嚇到嗎？他們其實也蠻特別，就剛來，像翻譯來2天，他就遇到這種對大地震。那我們的韓國友人有嚇死？他好像都沒講話，但反而翻譯是嚇死了。翻譯怎麼樣？他不知道講什麼。他不知道講什麼。現在幹嘛？那個時候活到現在遇到最大的。對，其實他也是我沒有，應該是之前超級高。你小時候應該有印象。我那個沒印象了。921更大。但我那時候還是嬰兒啊，可能他沒印象。對，沒什麼印象。那時候我們已經讀書了。那個超可怕的。你說那天是很晃，對不對？很晃，對，他也是我來台灣10多年第一次遇到這麼大的。你們熒幕什麼有倒下來嗎？沒有，其實東西都蠻那個堅固的這邊。你們有躲起來，還是你們有想說要跑，還是怎麼樣？沒有，我們繼續討論那個宵夜啊。哇，好大，等下要吃什麼？沒有，Shadow 應該好像是嚇死了。Shadow 應該Shadow 說他不想待着，不想待。他說平常都會講嗎？剛來沒多久，而且他不止遇到一個，連續遇到很多地震。是嗎？平常都是有地震在這裡。就我們在討論，等下要不要坐，因為住17樓，我們出去吃宵夜要不要走樓梯？害怕坐電梯會那個。你17樓走下去要很久，走下去都飽了。沒有，因為那時候太大了，所以大家會有點怕，有點可怕。而且晚上睡覺可能還會怕有餘震或什麼的。對，我們就跟他說有餘震，他說還有啊，還有，我說還有很多。那最後我們也來討論一下，就是因為其實現在馬上就要開賽了嘛，那各隊伍其實也都組建完成了。那教練，你有沒有覺得哪一支隊伍會是可能今年最大的一個威脅，或是你最期待遇到哪一支隊伍？我覺得最強另外2支隊伍應該是 TSW 跟 GAM 吧，就是我們的越南兄弟，因為其實他們算是有調整，而且應該是都有加強，那就蠻期待跟他們對手。那我應該也是這2支隊伍，因為戰馬教練有去那邊 TSW，所以
所以我覺得對他們的營運上面那邊其實應該會改善很多，加強蠻多。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對手是他們。对。那世傑呢？世傑，你有沒有最期待，或者最期待遇到哪一支隊伍或哪一位選手？以前沒有特別覺得都很強哦。最主要是我們戰隊重組，所以感覺磨合的還沒到那麼好，所以每支對手都很強。最主要是我們要磨合的更好。那小偉，記得去年我们也是刚開季的時候，要開季前我也是訪問你，然後就問你說年度的一個目標這樣。那今年還是再請你跟我分享一下。我覺得還是一樣就是希望能去世界賽嘛，因為其實最終目標以職業隊來說，一定是世界賽打出好成績。那我覺得第一賽季，尤其是我們這次有大改，而且加上很多語言上的溝通，這些都是我們得花時間去讓平勇去學中文，然後我們也是要去跟他做一個良好的溝通。然後再加上整隊怎麼玩遊戲，像是我們又有一個新人，也是17歲，對，也是17歲，很有未來。那就是我覺得這挑戰比去年更難了，因為其實不管是養新人，然後整隊重建，然後加上有語言上的問題，所以其實今年可能會花更多時間。那同樣目標一樣，就是世界賽第3賽季的時候，就是一樣能拿冠軍去世界賽。那前面的話就是盡量去磨合，然後找出一個最適合我們的溝通方式跟遊戲內容，這樣。那剛剛有提到，就是我們這次會有一個17歲的新人輔助2274嘛，然後他之前也是待在我們 CFOA， 就是其實他也在我們這邊待了1年多，也培養了1年多，應該2年有，很快2年，我記得，因為他來的時候還整個很稚嫩，沒有，因為那時候好像15歲吧，那時候2隊是 Kino。對，然後那時候我是讓他在旁邊看。哦，對，那時候你還在2隊是教練嘛，所以那時候你也有帶過他吧？有，那時候有帶過他。那既然提到2274，就我也想請2位教練跟我們分享一下，就是2274這位選手。我覺得先講他個性好了，他就是不怕，就是有些人可能看到，哇 ，Dogo 超強 AD， 然後 Shadow LPL 冠軍，就是每個人可能會有這種壓力，但是。2274完全不 care， 他就在那邊繼續跟你講講屁話，講沒用的話，然後就打得爛，他也在那邊笑，他這沒辦法，他會就把你當做自己朋友這樣，所以其實對他就很容易融入這個隊伍，就大家覺得哦他錯了沒關係，反正他心態是對的、健康的，那我們可以很好去教他，就是我覺得他心態很好。那我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補充？個性補充完了嘛，就是我覺得他就是操作比較好，就操作特別好，然後我覺得他進步的幅度蠻快的，我覺得就有點像Cherry剛剛說的，就是他也沒有，也不是說沒有壓力啦，就是他壓力不會大到影響到他的進步發展。他不讓這些壓力影響。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，對於新人來講，對，因為這是他一個進步快不快的因素在嘛。因為可能有些選手他會給自己太大的壓力，然後就造成他操作上面的變形或者失誤。但是其實蠻多選手都会比較不會這樣。就是我們這邊培養出來的2隊選手都不知道是我們這邊環境的關係還是這樣，就是他們會對那些前輩沒禮貌，就是他們敢就去發揮，就是想講什麼就講，然後他們也不怕被罵，他們就覺得很好玩，在這邊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。那我們問一下前輩啊，前輩覺得2274怎麼樣？感覺很關鍵，就是很做自己，因為跟你一樣做自己，就從選角就覺得他很特別，就他可以選出拉姆斯 support， 他一直說這邊給我拉姆斯，然後就這個可以播出來嗎？這個會是我們的一個秘密武器嗎？沒關係，他也是怪人，所以很多怪角色，他這是其中一支。然後就感覺他只是想玩的角色而已，然後隊友又是 Dogo 跟 Shadow 這些人。然後不是選正經的角色，所以就感覺很做自己哦。对，就是我們這邊給他們很多 freedom， 就是讓他們很自由。就是因為通常你新選手就會問教練這邊選什麼，或問前輩嘛，Dogo這邊選什麼。我可以選這個嗎？這樣。對，他這邊給我這支，我要玩。我為什麼要玩？你覺得這支好嗎？不知道，就想玩。好，那你玩，你去嘗試啊。然後被打爆了。下次就知道了。對，然後Dogo就
你下次最好不要選這支了，最好選這支。對，但是我們都是比較 chill，就是大家就開玩笑，所以他也不會覺得哦真的不能選，他未來還是說可以再選，給我多一次機會吧，就是蠻好笑的，就是我們的相處方式。对，因為我之前也聽說，就是因為其實 Dogo 他本身打法他就是比較主動，比較激進一點点，但是聽說2274的打法也是如此嘛。就是啊，就是其實跟 Dogo 配，就是得跟他有一個默契。他會比 Dogo 還衝，對不對？他其實蠻會送的，對，就是但是送一送，因為我們後續復盤嘛，然後復盤完烏拉也會去拉他單獨去跟他講一些輔助，你該怎麼做，你該怎麼做，其實他都會去想，他都會去問問題，這個東西是好還是不好，他不是單獨就聽，他會去思考這個東西好還是不好，而且下一把就會去做，我覺得這是一個選手超好的一個特質，這樣。因為其實確實感覺，也不知道他年紀小還是怎麼樣，就是他可能很樂天，然後很開朗。就是他比較不會把一些話往心裡面去的那種感覺。像上次我們問他，我們就說：“哎，你那個 Dogo 會罵你嗎？”沒有，Dogo 從來沒有罵過我。我說：“哈，是嗎？什麼時候會？沒有啊，都在罵。但是他覺得那不是罵他，因為好像有一次載他那個誰，Kenny 他們還有勇哥載他回桃園還哪裡，然後就問他說：“哎，那你們現在適應嗎？就是跟這個 Dogo 一起打球，會不會壓力很大？Dogo 會不会罵你啊？”他就很認真的說。Dogo 從來沒有罵過我，然後我們想說哇，沒啦，應該這個好像17歲出過社會很多年，他不會亂講話，他不會在後面說，我明天被罵，我受不了了。但沒有，但聽說他的臉是非常的真誠，就是他是真的覺得沒有在罵他。沒有，他應該就是一直在跟 Dogo 學習啦，就是他可能把 Dogo 口氣比較差，但是他也覺得那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，是希望他好。對，所以我觉得。就是我們這邊 CFO 跟 CFO-A 其實蠻有趣的點，就有時候二隊選手會進來，然後就開始跟我們講沒用的話，就是會聊天這樣。以後就開門進來。所以我會覺得這邊年輕人其實很獨特，因為之前我們遇到年輕人就是不敢講話，然後就聽前輩的話，教練叫你幹嘛就幹嘛，你覺得不對或者不適合你，你也去照做，還會抓。對，但是這邊的人都做自己，你知道嗎？真的很做自己。对，你看許志傑就知道，他已經在這裡做自己很多年了。我們那邊有一堆蟑螂，我們會請二隊的選手來抓。對，什么你們没有一堆没有人敢抓蟑螂？他是徒手，他是用手，他直接這樣抓。誰啊？是哪一個？崔西啊。哦，對啊，每次遇到蟑螂，他說 OK， 等我打完，然後就過來抓，然後就丟掉。要嗎？還要嗎？還要嗎？是什麼意思？怎樣？对，可以當中药吃。面無表情的這樣。對，真的很厲害，好可愛哦。那我們未來都做二隊的有一些企劃的話，可以請他表演這個。那。四姐，那你也分享一下，就是你今年對自己的目標好了。我自己的目標的話，其實我是第一次是隊裡最老的。第一次？對啊。去年是誰？之前有那個凱威，沒有，每年都有一個比你老的卡薩，所以第一次當然是最老的，感覺最主要還是希望自己隊線能打出優勢吧，因為今年上路感覺太重要了，然後就不希望輸線嘛，當然也是希望跟隊友一起去打每個國際賽。好，那最後的話，我們就是也請3位，就我們兩位教練跟師姐，就是跟粉絲說一句話吧，因為這週就要開賽了。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們的表現，因為其實今年蠻有趣的，但是我覺得上限應該是會比去年高。只是我們的下線目前蠻穩定在下線的，對，就是我們得去處理這些事情。但是我相信這一年我們會進步很快很多，對。OK， 來來，我覺得就是新的一年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CFO 吧，因為像今年有其實 support 像這些新人在，那我覺得大家就是多給他們一些鼓勵，然後成長下去，可以讓他們繼續成長下去的那個支持。我覺得都是對他們很有幫助的，对，所以我覺得就是請大家繼續支持新的一年的 CFO。志傑，希望粉絲能繼續支持 CFO，因為一支戰隊不可能每年選手都是同一個人，就可能選手換了蠻多人，然後粉絲就走了，但還是希望大家能繼續支持戰隊。那我們就最後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在第一賽段可以進場看比賽這樣子，那我們就大家賽場見。好，拜拜，賽場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你就揮手就可以了，往這邊就會有音樂。